大家好，我是谢仁老师。如何祷告神才会回应呢？只要我们有口，好像人就一定会祷告的。但是祷告真的有那么容易吗？为什么有的时候不知道该如何祷告，也不会祷告，或者就算祷告了，一开始有热情，可是后来没有看到回应的时候就放弃了，没有去经历过祷告里的改变，所以到最后自己也怀疑神到底有没有在听祷告。所以搞到最后，祷告不是，不祷告也不是。我们从第一堂课就开始教大家用道去祷告，把祷告词呢已经写了出来。那只要顺从着去祷告，坚持下去的话，一定会看到圣灵在人心里动工的。但诚实来讲，能够从一开始到有改变为止，能够坚持到底做祷告呢，是有难度的。因为有撒旦的拦阻，那具体呢就表现在第一，为着每个题目祷告的时候都不深入，很多的题目都是略微尝试一下就停止了。第二，祷告的时候想着神会不会听我的祷告呢？真的会改变吗？如果自己都不相信上帝会来帮助，那为什么要祷告呢？第三，没有带着一定要看到结果和变化的心，随便的态度去祷，心想改变固然是好，没有的话也就那样。我们在跟着神的话语来为自己的心改变而祷告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要学习培养正确的祷告态度的重要的时候。那我们会依次来讲，有7个最基本的祷告的态度。今天是第3个态度，它的关键词呢是6口纲，量变到质变。我们来一起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2章1到11节。第3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2、3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里呢，我们要关注的焦点，当6口缸都满了水的时候，水变成了酒。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想着这6口缸来祷告。每一次，当我们带着认真诚恳的态度去祷告，有的时候会有感动，有时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个是不一定的。我们的祷告呢，不是要追求感觉，重要的是信心。有没有感觉或感动，那个不是最重要的，而能不能够带着信心的视角去正确的看待自己的祷告状况才是重要的。通过在迦拿的婚宴里面发生的这件奇迹，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当我们带着正确的祷告的姿态向神祈求的每一次，都是在往6口缸里舀水的时间。我无法告诉你，你为着一个祷告题目去祷告，需要多久才会来到6口缸被充满的时候。这样的时间只有神知道，有时候会快一些，有时候会慢一些。快慢的其中一个因素是由于我们每一个心田的，由它的荒芜，就是荒凉的程度和坚硬程度、严重的程度不同来决定的。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要做到的责任呢，就是要更多的去积累有质量的祷告。每多一次正确态度的祷告，就是往你的6口缸里面多舀1瓢水，或者是多倒1桶水的过程。是撒旦呢，总是有意无意的让我们觉得，我们的祷告是没有用的，好像神没有在听。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撒旦就撒了这样的谎，
以至于很多人把这样的谎言信以为真，于是就因此停止了祷告。所以呢，我们要打破这样的谎言。从现在起，我们需要想到这6口缸来祷告，很诚实的在神的面前做这样的祷告的积累。6口缸满了的时候，会从水变成酒，会从量变来到质变的，那是上帝和圣灵的工作的。我们在信心里面把这样的改变都交托给神，而我们需要做到的责任就是带着信心去积累祷告这个量，并且呢，忍耐等待质的变化的来到。那我们现在一起就为着在祷告里面能够去经历水变酒来去祷告吧。亲爱的天父上帝，通过耶稣行使的第一个神迹，我明白了，原来祷告要经历到改变是需要有量的积累的。以前的我没有这样的属灵的眼睛，看不见这点的时候，常常祷告到一半就放弃了。现在想想，这是多么无知和愚昧的呢？求上帝来帮助我，让我在祷告的时候总是被提醒，我现在做的每一个的祷告都是有用的，都没有白费。每一个小小的祷告，上帝你都在仔细的听，并且有了积累以后，在6口缸满的时候，你就会来改变的。而且也帮助我在祷告的时候用信心的眼睛去看到神来改变的那一天，带着盼望做每一天每一次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